就是你出道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哪个粉丝做过比较狂热的事情，让你印象深刻？狂热哦，对，我觉得追星本身就是一件狂热的事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狂热的，心里都是狂热的。那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带给他们什么呢？就是让他们这么狂热的更认真的。带给他们什么啊？有些话可能10年前讲，但是他们当下不懂，可能他们长大之后就渐渐哦，原来他当时想要说的话是什么这样子。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像老师啊，就是对啊，然后会比较常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学到一些啊，然后了解到一些，体悟一些这样子，所以比较鸡婆一点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，少碰一点壁，对啊，所以也许是这样子吧。当他们长大之后，发现我当时讲的话哦，原来是这样的道理，然后原来有感受了，就开始觉得哦，炎亚纶一直陪着他们，就是等于是就是一起成长，陪伴了，对啊，我觉得人生大部分时间是蛮孤独的，对，尤其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对啊，然后但也希望大家就可以找到一个伴侣，是能够跟着自己成长，然后跟着自己互相扶持的，对，我觉得追星确实是，就是如果追对了偶像的话，就是也没有对不对啊？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偶像，适合自己，对，适合自己。是没有对错，那有点像恋爱，就是没有对错，就是适不适合。因为有些人的生活道理不见得适用在你身上啊，对啊。那有些人可能根本连生活道理也不愿意，就是也不想要去分享，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很无聊。那都没关系，就是找到你适合的，对啊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，包括就是可能有的人到了30岁、40岁，他可能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喜欢什么，那他不知道这时候要不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要不要去冒这个险。确实，就是每一个年纪都会有相对的，就是风险的提高，对。但是我长远的来看啊，我是希望每一个人到自己人生最后那个阶段之后，不要有太多的遗憾跟后悔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放不下，就是你能不能很安心的觉得啊，这一生我知足了，我满足了，我也没有，就当你闭起眼睛的那一刻，你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程度的舒适？就是你取决于在你自己在现阶段的自己，你愿不愿意多为自己活一点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想要说的重点，就是你愿不愿意为自己活？那我觉得不管到哪一个年纪，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就去吧。因为即便是像我妈妈，就是一辈子几乎都快要奉献在照顾家庭跟抚养儿女这一件事情上了。但当我们长大之后，我就会希望鼓励自己的父母亲多去旅行啊，多去做自己原本想做，但是因为我们而牺牲的事情。我觉得即便到了妈妈这个年纪，她都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些改变，做一些调整。那更何况只是40岁的你，所以我觉得就在你要不要而已，就在你想到你最后人生那个阶段，你棺木要盖起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后悔？对啊。那你自己现在有没有还没有尝试过想冒险的一件事情？有啊，就在写歌。写歌是吗？那这个你是有计划要发专辑是吗？当然了，不然我要干嘛？那这个周期大概就是筹备周期大概等我写好吧。等你写好，好，大家应该很期待。不知道，他们的期待通常都是压力。哦，那你觉得歌迷对你的喜欢会是压力吗？我觉得如果分寸拿捏好，就是个鼓励啦。但是你如果说啊，一直讲，或者说啊，我觉得最不好的就是告诉你要做什么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然后我也不是随随便便对待我自己作品的人，所以当他们太深入的去比划我要走哪一条路的时候，我会很反感。对。
那其实你要不然这些言论你是在网上看到的？我想说就是在我的 Instagram，那通常应该都是算是极度了解我的人了啦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我太天真，对。但是我幻想大部分人都是了解的，对。我觉得了解自己都很难，不一定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啦，你真的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了解一个人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，你怎么可能很片面的用很片面的方式去了解到一个人的全部？对啊。对。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太在意，因为有时候大家留个言写的话，可能就是当下的一个。好啦，对了，他也不一定是他。他真的这样认为啊？对，是我太较真。对，就是如果太较真会比较。对。希望这段话播出去，大家可以稍微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觉得关心是一件好的事，但是过度关心或是用不对方法关心，真的是会造成别人的困扰的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门艺术，所以并不是说你满腔热血你就可以做得很好，而是说真的，人生真的太多道理，然后人生真的太多分寸要学习，这都是必须要去吸收，然后必须要一步一步去调整自己。就是以爱之名可能会做一些让你不要再讲这4个字。以爱之名现在已经被这个时代用得很烂了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以爱之名，就是很多不正确、荒唐跟错的事情，我都可以用爱来包装它，这样子。这件事情是不对啊，但是可能大家觉得，我觉得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吧。对，对啊，所以我说不能概括的全部都用这个爱来绑架别人。爱有时候可能也是自大，是，但这个度很难拿捏，我觉得。对啊。包括可能大家自己，不仅是对偶像，可能对身边的人也是。没错，我讲的并不是粉丝对偶像，我讲的是泛指，就是你跟你身边的朋友，你之于同事之间，你之于家人之间，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，对啊。就这样。因为我怕时间不够。好的，好。主要是今天耽误你太多。我没所谓，因为我后面也没事。后面没事。对，我本来有事，后来可以聊啊，你想聊就聊啊。